中俄合作到什么程度，将怎样应对美西方介入乌克兰战争，就让美西方自己去猜想最好。大家好，欢迎来到罗富强观察室。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被美国制裁的中国防长对俄罗斯的特殊访问带给世界什么猜想？中国新任国防部长、国务委员李尚福对莫斯科的访问已经取得了具体成果，中俄将签署一系列军事领域的合作协议。访问第一天，李尚福会见了俄罗斯领导人普京总统和国防部长绍伊古。当然，除了一开始的拍照，所有的谈判都是闭门进行的。那么，真正达成的核心合作协议，仅仅是公开的这些内容吗？这让全世界充满猜想。如果你想了解国防部长的更多信息，请百度一下李尚福。显然，李尚福将把许多更重要的协议带到北京。西方分析家对此绝对肯定。为什么西方强烈关注？因为这位国防部长长期以来一直负责中国高科技军事装备的发展，从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到总参战略支援部队，全部都是负责高科技，尤其是太空战方向。为此，他受到美国专门的制裁。解放军将领履行自己的职责，致力于解放军的现代化，却被美国制裁，已经显示了美国的霸道跌入流氓无赖的水准，荒唐至极。在李尚福防长启程之前，中国国防部宣布第7次成功实施了陆基中段反导试验，这已经足够让美国焦虑了。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李尚福将军将讨论地区和全球安全问题，访问俄罗斯军事基地和大学。而在此之前，中国国防部新闻处表示，与俄罗斯的战略关系保持在较高的作战水平，这是战略沟通、当前合作和联合演习。而且，李尚福访问时间长达4天，这对国防部长来说是不寻常的。西方害怕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结盟，这引起了西方的担忧。而且，对于李部长来说，俄罗斯之行是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和高规格的访问。近日，法国总统马克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德国外长贝尔伯克访华，都提出了一个要求：中国停止支持俄罗斯。而现在，李尚福对俄罗斯的访问表明，中国外交是绝对的独立自主，不会跟着欧洲的曲调跳舞。李尚福是俄罗斯展开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以来访问莫斯科的最高级别的中国军事指挥官。美媒称，这凸显了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密切联系，尤其是中国领导人最近访问莫斯科的背景下，3天的访问也是异乎寻常。俄罗斯和中国在军事上越来越近，仅今年年初以来，两国就举行了2次联合海军演习。2月，中俄与南非一起在非洲海岸附近，从德班到理查兹湾进行了联合演习。3月份，中俄海军与伊朗海军在阿曼湾进行了演习。此前，3个国家在2019年和2022年进行了此类演习。中国和俄罗斯的飞行员也在合作。去年和前不久，中俄在日本海、东海和西太平洋海域进行了2次联合空中巡逻。来自中国的轰6K 轰炸机、运20加油机和歼16战斗机参加了巡逻任务。此前，中俄历史上首次进行了反潜演习。可以看出，俄罗斯和中国年复一年的走近，协调各种军事活动。李部长对莫斯科的访问，其实是在向全世界强调，俄罗斯和中国军队的合作是没有边界的，这就是中俄合作没有止境、没有禁区、没有上限。中俄合作到什么程度，将怎样应对美西方介入乌克兰战争，那就让美西方自己去猜想最好。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